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这12种抓财手，一种比一种富有。手相学又称掌纹学、手纹学，香港人叫做掌相学，是古代的一种相术，与面相、骨相、气相等等合为4大相术。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大小和手掌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一起和小酱汁来看看具体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生来会抓钱吧。1. 财运线清晰可见。财运线又被称作是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在手相学中，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也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而是要清晰可见，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精明强干，赚钱的门路又多，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赚钱超级厉害，从不缺钱花。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待人诚恳，无论自己多有成就，都不会瞧不起人。2. 成功线伸长。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即朝向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也有的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那么成功线笔挺伸长，或者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一般财运都特别好，运气很强，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最后都能获得成功。有这种手相的人算是富贵手相，一辈子衣食无忧，吃穿不愁。3. 大拇指厚实。大拇指为五指之首，在手相学上是代表的父母和祖上。拇指的上节代表父亲，下节且代表母亲。如果大拇指上面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且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大拇指厚实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聪明，学东西很快，又有事业心，而且财运很好，大多数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大拇指粗长有肉，显得比较圆润的人，也是属于好的手相。有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者长辈的关照，贵人运很好。再加上自身能力强，财运好，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4. 手掌厚实红润。从手相数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一般手掌厚实的人财运和事业都特别的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他们头脑聪明灵活，充满智慧，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拥有此手相的人很容易大富大贵。那么手掌厚实红润的人，既是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很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收入都不错，而且偏财运也较好，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的抓钱的手。有这样手相的人，在财富方面运气尤其的好，生活富裕，事业有成，是属于富贵的手相。5.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事业线是起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又名玉柱线、命运线。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学业有成，工作顺利，而且还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再慢慢向上延伸的人，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如果将往此前发展，必定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儿，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而且他们一生财运较好，
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有收获，所以这种手相也是抓钱的手。6. 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手相学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在太阳丘，也就是无名指下方的下方有许多细小的纹路，属于财运旺盛、要赚大钱的手相特征。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诚实稳重，口才又好，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能够轻松获得他人信任，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善于理财，对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天赋，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如果这种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财运就会更好，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7. 水星丘上有星纹。出现这种手相纹理特征的概率并不高。首先来说，水星丘上出现线纹主要就是婚姻线，也就是说，水星丘上有星纹其实就是指婚姻线上有星纹。这种手相代表着命主在结婚之后能够获得不俗的财运，他们有可能娶到一位具有旺夫运的妻子，也可能是嫁给一个有着旺妻运的丈夫。总而言之，这类人的财运要在结了婚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此手相还有着命主子女财运不错的象征。8. 手上有元宝纹。手相学中所说的元宝纹，指的是手掌中主线与辅线组合而成的，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元宝的形状，像一个梯形。元宝纹越大，就代表此人财运越旺，很有赚钱的天赋。有此手相的人通常能力很强，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即便是先天因素和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想要的。9. 手掌心有财库纹。手掌心的纹路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在手相学中通常称作财库纹。人们常说手有财库必发家，意思是说手掌心中有财库纹的人大多都会发家致富，其人一生财运很旺，自身能力强，一般在事业方面都颇有成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赚钱的人。10. 婚姻线上有财库。手相中的财库就是指外形如同三角或者四边形的纹理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吉祥纹理。这些纹理特征代表着好运、财富以及幸福。如果出现在婚姻线上的话，就意味着其人财库出色，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能抓取高额的财富收入。此外，这种线纹也是善于存钱的象征，其人在结婚之后能够从双方长辈那里获得房屋、汽车，即使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出色，也可以在结婚之后财运出色。11. 手掌中钱财纹比较多，位于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根部附近的细小横纹便是钱财纹。这一线纹算是手掌中的个人偏财运关系较为密切的线纹特征了。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说钱财纹越多，偏财运就越为出色。较多的钱财纹代表着命主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偏财，象征着命主偏财出色的钱财纹应该是长且清晰，这样的钱财纹才能够预示命主拥有稳定的偏财，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都有可能抓到额外的财富。此外，这类人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也能够有着不错的收入。12. 男手如蛮，女手如柴。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男手如蛮，女手如柴，也就是说，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女人的手要像枯枝一样手指硬细骨节可见，这样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称为手质。譬如目前人气很高的影星黄轩，他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被广大粉丝称为胖手。这一特征与他目前红得发紫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有心人称她有一双白骨爪，手指完全符合如柴的特点，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当看人时，准确地判断他的手质，对这人八字财富数量的大小能起到辅助参考作用。
18种富贵男人手相，生活富足能享福。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同样也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男人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给自己爱的人过上好的生活，但我们清楚，现实是残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这个目标。有些人的财运好，与别人付出同样的努力，却能够获得很可观的回报。那么从手相来看，哪些男人的手相属于富贵手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中指比较长。中指比较长的人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二、手指并齐没有缝。除了大拇指以外，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齐，如果中间没有缝隙，连个芝麻也掉不出来。这样的人有较强的存钱能力，不管男女，他们都特别的擅长理财，也不会盲目的开支和花销，生活中精打细算，这类人容易大富大贵。3、手掌厚实且有弹性。如果一个男人的手掌厚实并且具有弹性，那么就说明他的财运比较好，同时他们又比较聪明，积极努力求上进的男人财运较好，做任何事情都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因此无论成就大与小，他们都是有成就的。所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通常都是大富大贵型的，做生意很容易成功，所以一生都不会愁吃穿，自己有赚钱的本能，同时在求财方面比较容易，因此这辈子都不会缺钱花。4、掌红如血色。手掌颜色鲜红如血的人一般财运好，一生荣华富贵。不过要注意，只有整体长色鲜红如血的人才是命好之人，如果只是部分长色如何，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抱恙。如果你长红如血色，但是命却不好，不要太过忧心，可能是时机未到。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增加财气。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水到渠成，财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5、掌中有黑痣。掌中有黑痣的人一般理财能力强，即使年轻时因为家境不好会受很多苦，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事业。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多贵人相助，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并且获得上司的赏识，升职加薪，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6、手指如竹笋。手指头挺直，有肉不露骨，好似竹笋，整体修长，指节有肉而圆润的人一般财运好。这种手相的人可能是出身名门，从小富贵双全，长大之后能够得到长辈的庇护，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一生富贵双全。7、断掌。断掌手相不多见，每100人不及10人，其中西方少见，东方人略多。这样的你通常思维敏捷又大胆果断，这正是赚偏财需要的心理素质，因此赚取横财的机会比一般人要大得多，大富大贵的可能性也比别人大。8、事业线出色。事业线是手相中的3大主线之一，与一个人的财富有着很大的关系。事业线连贯，没有断线为佳，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他们的事业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除此之外，若事业线由多条线纹组合在一起，则代表此人事业类型较多，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在事业上会有不俗的发展，从而带动自己的财运。9、川字形手相。这种手相是因为手掌中3大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现象。拥有川字形手相的男人，他们的事业心很重，而且悟性还非常的高。这样的男人，他们在事业上比一般人容易获得成功。我们要知道，事业与财运是成正比的，事业得到上升，他们的财运自然也会好起来。此时可以利用双雄催财、吊坠巩固个人财运。好的财运也能够进一步带动事业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10、手中钱财纹多。钱财纹位于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有一些细细长短不齐的斜线，以纹路多且深为最佳。这种手相的人，他们的财运比较旺，
一生不用为了缺钱发愁。如果是钱财纹身长，再搭配有财库的情况，说明此人存大财，不仅赚钱能力强，更注重的是守得住财。总而言之，男人手中钱财纹多，经过不断的努力，容易成为有钱人。11.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能力，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够存得住钱，一定不为钱财所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2. 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星星。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星星，这两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星的你，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星若是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成了太阳线，将可能因为创作或者艺术才华而名声大噪。如果星星单独出现在这两丘，也将掌握到意想不到的幸运。比如你可能会投机运很强，炒股票赚到一大笔钱，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得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13. 财运线伸直。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的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财运好，大富大贵。14. 智慧线分叉向上。智慧线分叉向上的你，善于理论性的思考，对于成功率很低的竞赛基本上绝不参与，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将钱的效用做到最有效的发挥，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你常常不知不觉就赚到了钱，是赚钱能手的类型。这是财运相当不错的象，不止在本行，连在投机事业，譬如不动产和彩券上都可以捞一笔。不过你在金钱上的使用比较的节俭，容易被认为是小气或者铁公鸡，益财而非为财所益，反倒是可以送你的一句话。15. M 字形手相。事业线由手腕处起而直上，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形成一个斜的 M 字母的手相。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不到40岁就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了，所以是最具有大富翁潜力的掌纹。因此，若是有这种手相，但却认为还不算成功的人，表示不够努力或者方向错误。所以，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方向，那么跃升成为大富翁的潜力无穷哦。16. 水星丘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的好。此外，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17. 太阳线漂亮且有支线往小指方向延伸。太阳线是朝无名指下方延伸的掌线，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人缘、名誉以及成功，所以太阳线漂亮表示人缘佳，做事容易成功。而往小指方向延伸的支线为财运线，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贵人多，理财能力强，有商业头脑，所以变身成为大富翁的几率非常的高。18. 手中多财库。手中的线互相交错，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以上这18种富贵手相的男人，今生是不用为钱财担忧的。平日里如果能够多做一些慈善捐助、捐资助学的话，那么自身的运势会越来越好。种长寿手能活99。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哪些人寿命短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长寿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清晰伸长。
生命线是人手掌3大主纹之一，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健康状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可以说，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体格强健，身体健康，不易患病。因此，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生活美满。2. 生命线无分支。对于生命线来说，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比较少生病，身体会更加健康。他们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3. 手掌厚实饱满。从手相中，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一般来说，手掌饱满厚实，手背有肉，预示着有福气、财运好，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健康运势很不错，远离病痛，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4.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生命线，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5. 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6.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没有血色，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寿命不长。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手掌血气充足，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7. 掌心有痣。从相学上看，掌心的痣主富贵，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而且长命百岁。8. 手腕线伸长。手腕线长而深，形状整齐，没有断痕，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的魅力，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也十分注重家庭，双方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美满，工作生活等无忧，同时还会注重养生，自然会更长寿。9.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顺，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故而定能福寿双全。2. 短命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很短。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跟身体健康、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生命线越是短的人，生命力越差，健康运势不好，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因此，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2.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的，但是后面又连上了，那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命中多病，主其人寿命不长，可能早逝。3. 生命线末端的心形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心形纹，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一般来说，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比如说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4. 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即使长大成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给生命带来影响，很可能会英年早逝。5.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很容易早逝短命，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6. 智慧线上有星纹。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因此，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他们应该注意养生，否则很有可能猝死。7. 智慧线向下弯曲。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还与人的思想、心灵、精神状态等有关。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他们不乐观，而是悲观和沮丧的。因此，像这种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8. 手掌杂纹比较多。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一旦心脏出现病变，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也是短命的象征。刚刚说的短命手相仅是针对长寿手相而言的，当然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相来看，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手握此特征，天生富贵命。在相学中，人们最关注的莫过于人五官面相的特点，而聊到手相，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也是手纹。但其实除了手纹之外，一个人手掌的厚薄、手指形状也能告诉我们许多信息。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详细分享如何从手的特征看出自己是富贵命还是穷苦命。一、富贵手的特征。一、手掌柔软。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感觉特别柔软，看不到有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而且心灵手巧，很会赚钱。这样手相的人一般都比较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容易有所成功。最关键是他们一生财运很好，尤其是偏财运，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会有很大的回报。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似乎都会赚钱，所以一般这种手称为发财手。此外，这类人的贵人运也不错，在遇到困难时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二、手掌厚实。罕见的10大富贵手相文，其中之一就是手掌较厚的手相。手掌较厚的人注定可以做大事，他们聪明能干，吃苦耐劳，财运事业基础好，再加上自身不断的努力，很容易就能取得成功。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也一直在默默努力，保持低调，这样手相的人容易发财，也是常见的富贵手相。三、太阳丘丰隆。我们的手其实和我们人生的运势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我们太阳丘的部位和财运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我们命中的吉祥程度密切相关。太阳丘一旦崩塌，富贵吉祥不易，但是如果太阳丘足够茂盛，你今后的命运就意味着终究有用不完的财富，也有吉祥的生活。可见太阳丘丰隆的人自己也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如果他们自己足够努力的话，那么他们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四、水星丘饱满。水星丘其实就是无名指和小拇指下方的区域，也是钱财纹和财运线所处的位置。这一区域代表个人所具有的财运和经商的才能。水星丘饱满乃是常见的有财手相。此外，这一手相也代表着其人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善于交际，应变能力很强。若是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肯定能够获利丰厚。五、有贵人线。所谓贵人线，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如果手上有贵人线，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而且贵人运特别好，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这种手相的男人财运极好，赚钱厉害，大多能够拥有很多资产，家人也跟着享福。有此手相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犯愁。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的，日子过得非常富裕。六、有三豹纹。手相中食指上的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是3条指节纹便叫做三豹纹。通常拥有三豹纹的人，他们的财运比一般人要好，而且个人的财运多数是来自于好的桃花。因为这种手相的人，他们的感情婚姻运势很好，嫁贵夫娶贵妻的几率很大。总之，有三豹纹的人，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另一半成为大富大贵之人。即掌心纹路相互交叉。在相学中，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呈三角形或者方形，通称为财库。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也不是很多，有也是模模糊糊，不太清楚。如果掌中交叉的很明显的话，表示此人财运极好，有一定的资产，一生都不会缺钱。他们天生就是富贵命，即使不用太辛苦，也能拥有比别人还要多的财富。这样手相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不愿寄人篱下为别人打工，也不愿意被别人管着。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通常都是做得风生水起，收入可观，日子过得非常富裕。
8. 掌心藏水。所谓掌心藏水，指的是把手平摊开，中间整个凹陷下去，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财运也非常的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赚到钱。有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智商情商都很高，人际关系较好，也懂得利用身边的人脉资源，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容易获得成功。他们不仅会赚钱，更会理财，比如买些理财产品，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并从中获利。这样手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赚钱容易，存钱也很厉害，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9. 中指细长。细长的手指总是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中指长的话，在手相学中，中指代表人的交际能力，所以中指长也是典型的富贵之兆。生这个命的人，不仅自己贵人运势极盛，而且在其一生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家庭的力量，可以顺利度过一生，安乐享受。晚年时期是长寿命格，所以这样手相的人不仅在年轻的时候富贵，也在晚年时期也显得富贵。10. 无名指长。如果一个人无名指生得很长，跟中指差不多长度的话，表示此人很有创作才华，有天赋，脑子灵光，会赚钱，而且财运也是非常好。不管做什么职业，只要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能从中获利，而且收益可观。无名指长的人一般都特别聪明能干，颇有智慧，做事有头脑，大多数都是靠脑子吃饭，不用太辛苦就可以把日子过很好，钱财不缺。相反，如果无名指特别短的话，那就表示此人辛苦劳累，而且可能比较喜欢赌博，总是想着一夜暴富，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最后一败涂地。2. 穷苦手的特征。1. 指缝过宽。在手相学当中，指缝比较宽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握不住财，因为指缝太宽，就像是杯子破了一个洞似的，里面的水会不断地从洞中流出去，也就意味着钱财会从指缝流走。指缝宽的人可能有一定的挣钱能力，在赚钱方面很有自己的头脑，但是想要守护好这些财富却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类人大多缺乏理财观念，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节约意识，在消费方面不懂得节制，所以很容易出现浪费的情况。而这种不良的消费习惯也会给他们的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压力，越是年老越是拮据。2. 食指弯曲。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需要常见的用手劳动。如果一个人的食指是紧贴着中指，则说明这个人守财能力很好。相反的，食指向外弯曲则是破财的特征，说明这个人只能任劳任怨的工作，注定要过穷苦日子。3. 手掌平而单薄。在手相中，若是一个人的手掌长得平而单薄，则这样的人天生的福气比较淡，福禄也不强，存不住钱。手掌粗糙就是干活的命。不仅如此，这样的人在生意场上也没有主见，容易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后半生的财路比较浅薄，日子过得非常不顺利，一辈子都是劳碌命。4. 财运线暗淡。所谓的财运线其实也叫做成功线，如果线纹不完整，这类人大多数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做事马虎不细心，诸事不顺，常常会意外破财，不善于理财，控制能力差，没有什么耐心，天赋也没有，事业运势不佳，正财方面没有什么发展性。也就是说，想要通过工作升职加薪，爬到最高职位可能性不大，偏财运也不旺。5. 生命线断断续续。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人际和谐，
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处事态度不够端正，体力不好，生命力不强，有贵人相助，但是本身运势很弱，生活单调无奇，没有生活情趣可言，耐心不强，自卑消极，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导致生活越来越贫苦。手上的特征能够看出一个人一定的运势，但不能完全决定，所以在后天我们依然要努力生活，这样才会有好运。5种暴富掌纹。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但是大部分都只是白日做梦想象而已，毕竟成功还得靠自己，想要变有钱也是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实现的。但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却是可以一夜暴富的，这从他们的手相就能看出来。那么一夜暴富的手纹路怎么看？什么掌纹预示命中暴富？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介绍一下。1. 手掌中有直觉线。如果手掌中出现了直觉线，说明此人通常非常灵活，反应也很快，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尤其在财富方面，得到意外之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好运不断，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并且善于精打细算，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获得更多的收益。手掌中有直觉线的人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生活安逸富贵，不用为物质所困。不过这种手相的人有时候做事比较盲目冲动，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在这方面要注意。2. 财帛宫肉厚实。一个人命中有没有偏财，通过财帛宫也可以看出来。如果财帛宫的肉比较厚实，说明必有横财入命。财帛宫厚实的人正财不是特别稳定，如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话，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偏财方面，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买彩票中奖，无意中继承到一笔远方的财富等等。这些好运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一辈子无忧无虑，不用再被钱财的事情烦心。3. 不动产线。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动产线，其实不动产线就是横跨于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拥有这条线的人在财富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尤其在不动产方面会有很多房产和商铺，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富贵的生活。这种类型的人财运特别好，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就能够收获回报，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轻松简单的事情。拥有不动产线的人自身魅力也很强大，有着很好的异性缘，在感情的道路上非常顺利，大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4. 太阳丘出现星纹。如果在太阳丘部位出现星纹的话，说明机遇特别好，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到丰厚的财富。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艺术才华，创作能力也很强，并且善于掌握机会，能够抓住好的赚钱项目，生活状态是非常轻松的。另外，太阳丘有星纹的人自身命格很不错，健康情况也很理想，大多数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是非常好的手相。5. 财库纹。手上有财库纹也是非常好的手相，拥有财库纹的人通常财富掌控能力特别强，善于积累财富，赚钱之路非常轻松。这种类型的人人际关系也很不错，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脉，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结交，尤其在得到赚钱机会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他们。正因为朋友会自己提供很多帮助，所以在金钱方面的收获是非常轻松的。另外，拥有财库纹的人偏财运势特别好，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甚至还会因为这笔财富而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如果你手上有这5种偏财旺的纹路，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偏财旺的人能大富大贵，一般情况下手上有这12种手相特征的人，也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过上富足的生活。1. 中指长。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比较长，说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将来会走上大富大贵的道路。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很出众，做事有耐心，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2. 手指没有缝隙。如果一个人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话，说明可以留住财富。这种类型的人金钱收入是非常多的，并且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不会出现破财或者财富流失的情况。
另外，手指没有缝隙的人在金钱方面很善于投资，获得的收益非常理想，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3. 断掌，在很多人看来，断掌是不好的手相。其实从财运角度来看，断掌的人通常财运是非常好的，赚钱能力强，命中有福禄，不仅事业有成，在金钱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收获。断掌之人大多做事有耐心，对于自己选择的事情能够坚持到最后，所以积累财富的能力也很强。4. 手掌红润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红润有肉，说明健康情况比较稳定。通过这种手相可以判断出此人的财运也非常好，将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手掌厚实有肉的人善于精打细算，在消费方面很节制，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所以大部分人在金钱方面收获都是非常好的。5. 财富线很长，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线很长，代表着命中有很多的财富，财运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好，尤其在晚年时期，财运亨通，生活富贵吉祥。6. 事业线很长，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很长的话，说明在事业上取得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而通过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生活顺风顺水，充满幸福。7. 财库，如果手中的掌纹相互交错，形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就是财库。财库象征着此人的财富聚集能力，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走高，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并且这样手相的人守财能力很强，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手中的财富。8. 太阳丘丰满，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如果太阳丘的部位丰满的话，说明此人的赚钱能力很强，有着很好的投资眼光，基本上做出的选择都能够得到收益，不会存在散财的风险。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是很聪明的，善于把握机遇，并且很懂得理财，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在年轻时期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财富。9. 火星丘红润，火星丘位于食指下边，接近大拇指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火星丘。如果火星丘比较红的话，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很适合做生意，能够将生意做得风风火火，赚取很高的利润。这样手相的人对于很有眼光和格局，富有创新精神。10. 有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财富状态是非常可观的。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根基丰厚，能够从家里得到很多的产业与金钱，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不过他们本身也很善于理财，能够将手中的财富变得更加丰厚，一生不缺金钱。11. 凤眼清晰，大拇指第2处的纹路被称为凤眼，凤眼明显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擅长理财和投资，有着很好的眼光，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凤眼明显的人偏财运势也是很不错的，经常会得到意外的财富，比如家里拆迁获得巨额赔款等。12. 手指有弹性，手指有弹性的人很善于持家理财，在所有开销方面都会精打细算，依靠这样的好品质实现发财致富。这样手相的人绝对有眼光和格局，虽然精打细算，但绝对不抠搜，在该花费的地方毫不犹豫。手相只是相学的一部分，相学只是算命的一部分，算命只是人生学问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不如意，也不要随随便便气馁，不能因为一粒芝麻掉落而忘记了手中紧握的西瓜。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不如意，忽视了大大的幸福。这15种手相的人50岁以后横财大发，每个人人生运势都不一样，有的人年少时贫苦，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最终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有的人虽然出生富贵，却不思进取，整天沉迷酒色，最后将家产全部败光，晚年生活十分不堪。其实人生际遇的好坏可以从手相上看出一些端倪。那么手相上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年龄越大命越好，越老越有钱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
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是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迹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在青少年时代会比较的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与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渐渐的清晰，会逐渐将精力全部投放到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的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者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一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有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5. 手中有辰纹。辰纹在手中的巽宫、离宫、坤宫有辰纹出现的人，命中意外出现这种掌纹的人，运气比较好，不用太过于劳累就能换来财富，生活中总是能够得到长辈们的帮助，贵人运不断，事业蒸蒸日上，横财也有很多。手中有辰纹的人，内心强大，志向高远，即使年龄大了，也不会放弃事业，照样财源广进。他们一生遍地黄金，富贵花开，30岁崭露头角，40岁事业有成，50岁富贵殷实，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都钱财大旺。6. 手中有元宝纹。手中许多的纹线，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即上宽下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也会很富有。总之，元宝状的线都代表着生活富贵。手中有元宝纹的人，命中带贵气，但为晚贵之命。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但主要是表现在事业运发展好，人际关系和谐，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赚钱机会少。只有到了中年，比如说35岁后，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是越老越吃香。7. 手掌中央长痣。这种人可以说是很少，10000个人当中都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手相的人。这种手相的人做事不会太在乎太多的小节，只会关心全局的结果，因此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做领导的才能，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手相，年龄越大越有钱。手掌中央长痣的人能够事业有成，孝顺他们，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手掌中央长痣在50岁后财运越来越好，能发不少小财，到老钱财不缺，家门兴盛。8. 水星丘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和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的好，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水星丘隆起的人注定命中带财，早年拼搏，中年发家，晚年大富大贵。9.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纹线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在不断的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
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10. 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的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11.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且朝着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感情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旺妻运势的另一半。13. 贵人纹呈交叉状，生命线旁边的贵人纹如果呈现交叉状，并且整体清晰深刻，不中断，没有杂纹出现，手相中将此现象称为玉带马，是吉利之象。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年轻的时候虽然工作、事业、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不会有突出的成绩，直到40岁之后会遇到贵人指点，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迎来人生的春天。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地位也得到不断的提高，儿孙满堂。14. 掌上2条玉柱纹，手掌上有2条玉柱纹，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也属于晚年运越来越旺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往往碌碌无为，不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想法比较多。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并且为之努力奋斗。38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特别是越到晚年，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还十分的乖巧孝顺。15.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也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够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的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的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而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够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以上这15种手相的人，年龄越大反而财运越好，尤其到了50岁以后会横财大发。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手相，也不要灰心，不管是哪一种的人生，我们都要学会接受。15种必嫁的豪门手相，看看你有没有。嫁个有钱人或嫁入豪门，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少奶奶生活，是很多女生对婚姻的渴望。俗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嫁个有钱人，其实从自己的手上的特征就能看出来。那些嫁入豪门的人，往往手相都有共同的特征。那么哪些手相的人有嫁入豪门的命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手掌绵软且丰厚，掌软如绵是富贵格，如果手掌硬就与财无缘，难嫁有钱人。手掌绵软且丰厚的易嫁有钱人，手掌的颜色红润而有光泽，这样的人不仅事业成功，财运也好，而且大多婚姻都比较的幸福美满，易嫁给有钱的老公。
如果是手掌的颜色暗黄且粗糙，那么就比较的辛苦，靠自己挣的钱多，嫁有钱人机会少些。2. 手掌并拢没有缝隙。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掌比较的厚实，五指并拢之后没有任何的缝隙的话，这种手相也是非常不错的。五指并拢没有缝隙的女人，说明命中财运较好，会拥有丰厚的积蓄和产业。而且这种手相的女人，大多原生家庭也非常的不错，父母非富即贵，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所以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将来也能够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五指并拢没有缝隙的女人经济比较独立，虽然她们能够嫁进富贵的家庭，但是婚后仍然会努力的去打拼挣钱，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取得更好的发展。所以这类女人不仅能够嫁入豪门，还很旺夫，婚后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的帮助。3. 手掌红润有光泽。这种手相的女性在事业上是成功的，而且个人财运也非常的不错。结婚之后，老公对自己疼爱有加。如果手掌比较粗糙，就说明这样的女性就是一个苦命人，即使自己赚钱能力很强，但是想嫁个有钱的男人很困难，因为这样人的手掌一看就知道是经常干农活粗活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艰苦。4. 十指纤纤。在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运势发展情况的时候，其实可以从一个人手部的情况去观察。如果一个人的手部皮肤非常的细滑的情况下，说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生活条件相当不错的人，十指不沾阳春水，在生活上有人照料，所以会是一个富家小姐的手相特征。所以一般这样的人今后是可以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进行联姻的。5. 指节很细的。在我们的手相分析当中，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很纤细的话，说明他会是一个平常不用怎么干粗活的人，相对来说那种手指很粗壮的就会是经常要做家务做苦力的一种手相特征。所以这样的人他会是比较命苦的，而且婚姻运势也不顺利。所以那种手指纤细的人命好运势也好，今后也能够容易嫁得一个好夫君。6. 手背有窝窝的。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观察到，如果一个人的手背会是凹进去的情况，其实这是属于一种典型的富贵手相特征。一般会拥有这种特征的人，不但自己的财运好，婚后还能够带动夫家的财富运势发展，是一个非常旺夫的手相特征。所以这样的人今后的婚姻运势也会是发展的比较顺利的，能够得到公婆的认可和丈夫的宠爱，所以夫妻感情和睦，家庭情况和谐。7. 手部皮肤。关于这一点大家应该也会了解到了，因为这样手相的人大多出生在家庭条件很好，并且气质好，外形条件也非常不错，所以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的异性缘会是非常不错的，桃花运也很旺盛，所以这样的人能够吸引到很多优秀异性的注意，最后选择一个各方面都比较优越的人，一同步入婚姻的殿堂。8. 事业线比较短。通常来说，能够嫁进豪门的女人事业线都比较短，因为这类女人并不看重自己的事业，更多的是姻缘。事业线比较短的女人没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对待工作也不是特别用心，而是会花费心思去打扮自己，以此来吸引到豪门富贵的关注。另外，细心观察的人也会发现，很多豪门富太太婚后会放弃自己的事业，安心的在家相夫教子，因此在事业上不会取得太好的发展。9. 手中的钱财纹多。另外，如果一个女人的手上有很多钱财纹的话，也代表着将来能够嫁进豪门，因为手上的钱财纹越多，也就代表着财运越好。大多数人能够拥有家财万贯，也会实现经济自由。钱财纹多的女人本身心思缜密，头脑清晰，很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法，知道该如何去扭转人生命运，也很善于把握时机。这类女人虽说自身赚钱能力不强，但是却能够通过婚配的关系来改变命运走向，成为令人羡慕的豪门富太太。10. 财运线长。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女人的财运线比较长的话，也说明将来能够嫁进豪门。这种类型的女人自身能力是比较出众的，而且气质绝佳，在婚恋市场上很受异性的关注与好感。
财运线长的女人很有经济头脑，思路也很清晰。她们在决定做一件事之前，会分析清楚利弊，绝不会贸然行事。尤其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不会凑合。这类女人命中有富贵，嫁进好门的概率极高，而且婚后能够掌握家中的部分经济大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钱财自由。财运线长的女人虽然财运好，但是她们很懂得精打细算，所以婚后并不会花钱大手大脚，或者是像别的富太太那样不停地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类女人能够得到婆家的尊重和理解。11. 结婚线长。如果结婚线长，并且延伸至无名指根部和太阳线相交，这是可嫁有钱人的标准手相。即便婚前的你只是个小小的白领族，却往往有机会嫁给有钱人或者名流绅士的，也是因为自己身上独特的气质而吸引到对方。拥有这种结婚线的男生，也常因婚姻的帮助，在工作财运上享受到种种好处，因而在社会上拥有良好的名誉地位。所以有这手相的你，机会来了可要把握。12. 元宝纹。所谓的元宝纹，就是指在手中的生命线与杂纹形成的闭合的四边形，看起来就像元宝一样。而一般拥有这样手纹的人，自身的财富资产会比较多。通常的情况下，元宝长得越大，则他们财富聚集的能力也就会越多。无论是大元宝还是小元宝，这样的女人都是阔太太命，或者是自己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13. 事业线粗而清晰。事业线是从手掌根部的位置向中指根部的位置向上延伸，看起来非常的清晰，则一般这样的女人事业心强，野心大，在事业上会比男人过得更好，甚至创造的利益也会更大。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拥有这样手相的女人，个人的生活过得比较甜蜜，一辈子都不用为金钱运势发愁与担心，生活方面也会过得幸福美满，不会缺乏衣食。14.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位于无名指根部的位置，代表的是女人的财富与家财等等。若是女人的太阳丘的位置明显的隆起，而且整个手掌比较红润有光泽，则一般拥有这样手相的女人，多半个人的理财能力出众，也容易嫁富贵老公，而且婚后会帮老公理好财，为老公的事业出谋划策。因此她们不但一甲金龟婿，而且还能够成为老公的得力助手。15. 感情线的尾部有分叉。感情线出现了分叉，其感情线尾端分叉的部位，一边向木星丘延伸，一边向食指和中指中间的部位延伸。这样手相的女人是一个品行端正、颜值很高、颇有气质的女人，她们可以吸引到很多成功人士的关注，并能与很多有名望的人认识，这也为她们嫁入豪门奠定了基础。以上这些手相特征，不知道你有没有呢？拥有这些手相的女人，注定能够成为富太太。断掌一条线，富贵天注定。有断掌的人好不好呢？断掌是手相的一种，一般正常的手相上都会有生命线、智慧线和感情线，但断掌的人却只有2条，其中一条乃是生命线，另外一条则是智慧线与感情线重合在了一起。这重合在一起的主线看上去就好像是把手分成了上下2部分一样，所以被称之为断掌。那么断掌人究竟有何命运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断掌纹的性格特点。断掌手相的人的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这个断字上，具有果断的特点，因此拥有断掌的人主观性强，脾气较大，做事很执着。从好的方面看，这种人做事很有决心、恒心，认定的目标一定会排除万难，不会半途而废，因此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明知是错的事情也会错到底，是死不悔改的硬脾气，属于性格倔强的那类人。2. 断掌纹的情感特点。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爱的时候他会全心投入，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幸福，甚至一生一世。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他便恨得相当强烈，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刚愎自用，暴躁，也容易感到灰心。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当心。这种人性格多疑，对人大多不信任，所以
断掌纹的朋友婚姻观比较的极端。男的还好点儿，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但是女的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是感情很重要的人，对待感情较真，追求完美，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很难自控，一旦失去情感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后果。3. 断掌纹的事业特点。断掌纹的男人性情中耿，工作能力很强，责任心极强，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是自个儿独自去处理，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非要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也老是牵肠挂肚，非要亲自去干一下它。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男人，断掌纹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对待歪门邪道、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的排挤，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事业成大事的人断掌纹居多，断掌纹的女人也是事业型的人物，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但断掌纹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4. 断掌纹的优点。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在一起，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一般比较的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憎分明，做事果断，利于事业发展。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心，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够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那是更好。很多有名的企业家、官员、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5. 断掌纹的缺点。断掌纹的人比较的极端、固执、较劲儿，容易出错。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得理不让人，不达目的绝不罢手。但是记住，过刚易折，过刚易断，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比如引起官司口舌、牢狱。假如手相干枯、露骨、无肉，再有断掌纹，非常容易遇见以上的情况。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那么你可能有偏执的性格。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的反感，甚至就不能看见这种人，非常容易与人发生矛盾，一生官非较多。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儿的时间，哪怕自己是错的，你也不好改变自己，甚至容易过激。6. 女人有断掌纹。1. 女人右手断掌手相。根据麻衣天相上说，你这就是克夫的命，同时意味着与父母双亲的缘分比较薄弱，可能从小就会过继给他人收养，跟随着其他亲人长大。女人如果拥有此掌纹的话，属于比较的命硬，且克性是比较大的，自身带着不利的气息，对周围亲人都有阻碍的作用，而且自身的感情纹路也极具多阻碍，离异现象颇多。拥有这种掌纹的人比较主观，脾气很大，做事也很偏执。2. 女子左手有断掌纹，代表着父亲缘分薄；右手有断掌纹，代表与母亲缘分薄，或者自小就跟随爷爷奶奶长大，属于命硬的人，对情看得很重。如果爱上一个人，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所爱的人快乐，让他爱的人感到无比的幸福。他可以一生一世都不会改变这份感情，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他就会把爱变成恨，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会不计较后果，使对方感到难堪。所以这种个性的女人在感情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离婚的几率很大。但这种断掌纹的女人责任心都很强，做事都会有始有终，而且很有管理能力。这样的女人都重权力，所以大多数的领导都有断掌纹。女人左手有断掌，喜欢独来独往，不轻易交朋友，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所以要是企业的老板，他不会是个好的老板，因为甩手的老板才是真正的好老板。他会事事都亲力亲为，信不着别人，
这样的人都疑心重，属于操心型，所以具有断掌纹的女人，事业要是做得成功是比较难的。但是一旦成功的话，她便会守住这些产业，而且会越做越大。7. 男人有断掌纹。有此手相而手比较小的男性，个性强，对善恶均有强烈感，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如果误入歧途，将会成为黑社会的主脑人物，如走上正道会是个大事业家。女性很难要求他持有女性化的魅力，为人心直口快，很重理智，公事公办，丝毫不偏私，不善调情，因此一旦恋爱，婚姻多半不幸福。断掌的构成正是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感情线自然代表着对感情上的思维，反映此人对感情线较重，热诚与否；智慧线代表了智能、理智如何，反映此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如何。一个男人如果有断掌手相，那么说明此人并非等闲之辈，有其个性上非常鲜明的优缺点。每个人都应该反省自己，懂得认识自己自身的性格缺陷。性格决定命运，可见性格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8. 4种不同断掌纹看命运。1. 断掌与玉柱纹十字交叉相距，大家称作家里纹，是大富大贵的相。玉柱纹越长，荣华富贵越盛，但是如果面相不佳，反倒非常容易反映断掌中固执的一面，危害运程。2. 断掌纹的正下方出现交叉式往下的漏气纹，无论男孩和女孩，假如在右手，爸爸身体不好；假如在左手，妈妈身体不好。3. 断掌纹上边出现一个理财纹。另外，断掌纹在每人必备的1/3处，意味着这样的人很会投资理财，对金钱的敏感性很高，有着非常大的概率会白手起家创业。女士也可以变成职场女人，工作大得，仅情感层面稍有不够，适合晚婚晚育。4. 断掌纹的上边或是结局出现织纹，这样的人无论男孩和女孩，性情都较为心浮气躁，固执己见。假如要想工作好，就需要一生奔波，另外不能花钱如流水放纵，那样才可以工作有一定的小成。除了这些方面的问题，断掌手相的人在健康方面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会突然的患病，尤其是在呼吸系统、心脑血管方面要多注意，还很容易会患上肠胃病。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加强身体的锻炼，让身体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手上此处有痣，必是富贵之人。从相学角度来说，人身上的痣大都是有一定寓意的。一般来说，手心手背有痣均为吉相，预示其人能够掌握实权，有智慧，善于拓展人际关系，会有较高的声望，而且还是长寿的象征。不过在手的不同部位的痣，其寓意也是各有不同。那么究竟它们有什么区别不同呢？下面小酱汁为大家分享。1. 手背有痣。相学上说，手心主富，手背主贵。如果手背上生有善痣，表示你颇善于理财，而且能在婚后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是一个占有欲颇强的人。再加上手背肥厚的话，那更代表了你的天资卓越，在人生的道路上会有辉煌腾达的际遇，尤其是老年的时候。但假使是颗恶痣的话，那表示你会发生家庭纠纷，夫妇亲子之间经常会有摩擦，而且是一个颇神经质的人。2. 手掌有痣。1. 掌心有痣。老人们常说，掌心有痣的孩子一定会大富大贵，好运连连。还有一句俗话说，掌心有痣端金碗，脚心有痣踩金板。也就是说，手掌中心长痣主富贵，代表大吉，同时也是个能力强的管理者。这类人往往做官的会升官，经商的会旺财，总而言之就是顺心如意，极少烦恼。2. 金星丘有痣。这个地方有痣，说明你的富贵来自于爱情。你在单身的时候，可能在财富和事业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普通的，但是有了爱情，开始恋爱之后就有了起色。金星丘有痣是催生你财运的，
在爱情为引的情况下激发你的富贵。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多放心思在锤炼自身的条件上面，身体条件和气质条件。这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快点找到爱情，是真心的爱情，不是只有一点感觉的爱情。3. 木星丘有志，这个地方有志，说明你身体在这方面是极好的。虽然大部分人都不是强壮的人，但是却会有很不错的气运，很少会生病，能够健康长寿，而且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很顺利。假如能潜心在某个范畴钻研，不只能成为该范畴的佼佼者，而且能够凭借该范畴赚到的钱财成为一代富豪。4. 土星丘有志，有此志者对金钱具有长远考虑，但由于把金钱看得过重，反而造成烦恼。若是对金钱之事能随遇而安，则生活更为顺畅，同时在感情问题中也过于现实，导致一生难得真爱。5. 太阳丘有志，有此志者代表这个人非常的努力，能够吃苦耐劳，做事能够坚持到底，一辈子的工作运势还算不错，但是家庭运势不太理想，生活当中容易出现一些麻烦事儿，有时候不自觉的就会和家人起口角之争。6. 水星丘有志，水星丘有志的人一般性格都是比较极端的，他们通常做事都很没有分寸感，总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所以有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反正自己的感受最重要。他们丝毫不理会当下做的事儿会不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一般这样的人都是比较自私的，不会顾及他人。7. 月丘有志，有此守志之人多，在感情中过于敏感，则被他人利用。人情世故处理若多信任于小人，则导致你在事业中有所不顺，因看清他人真实目的，则对你事业有所改善。纵然与他人有争执之时，也需藏于心中，不可被他人看清，否则对你事业发展有不利。8. 第一火星丘有志，如果手上有此志者，感情上容易受苦受累，比较的坎坷，常常为情所困，陷入到暗恋或者没有结果的感情纠葛之中，最终都很难修成正果。9. 第二火星丘有志，长有此志的人一般心胸非常的狭窄，气量狭小，对身边的人非常的小心眼，喜欢与人斤斤计较，容不下别人，心里也装不住事儿，特别的容易得罪人，人际关系比较差，也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身边小人较多，容易受到伤害，严重者甚至会众叛亲离，姻缘和财运都非常的差，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劫难，最好点掉。3. 手指有志。1. 大拇指有志，在手相学中，大拇指有志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势。大拇指有志的人表示自己的父母是事业上的贵人，对我们的事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样的人事业心非常重，属于工作狂一类，经常会为了工作努力奋斗，不会偷奸耍滑，也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在工作比较容易获得领导的肯定与重用，还有同事的帮助和支持，有利于你在工作中取得好的成绩，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给家人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2. 食指有志，食指是最接近大拇指的，所以食指有志的人，他的贵人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就表示在生活和工作上，自己兄弟姐妹能够给予助力，推动事业更进一步。这样的人好胜心比较强，平日在生活、学习以及工作中会非常努力，在学习上属于学霸之类，如果能够坚持完善自己的能力，加上兄弟的帮助，想要做成一番事业指日可待。3. 中指有志，中指长痣的人性格大多数都比较强硬，自己决定的事情绝对不允许被别人所更改，而生活中的这种行事作风过硬，会让他们得罪不少人，但是同样是因为这种行事作风，也让他们获得了很多人的信任，所以这类人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名望和地位的，是会非常容易得到成功的人。4. 无名指长痣的人，
无名指长痣的人一生的桃花都会特别的旺，很容易在生活中得到一些人的悉心照顾，而且异性对他的吸引力根本无法抗拒。这类人也许一生都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但是因为异性缘极好，很容易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找到一个身家不菲的对象，因此生活质量是绝对不会太差的。不过如果自己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对于无名指有痣的人来说，远不如和豪门结合来得痛快和轻松。5. 小手指有痣。小手指长痣的人性格非常的柔软，女性是一乖巧型男女子，非常容易让人升起保护欲望，而男性也阳光灿烂，和他们在一起相处如沐春风。这类人是非常有吸引力和号召力的，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会深受异性的关照和喜爱，即使并没有做情侣的意思，也同样会有异性朋友成为他们一生的贵人，所以这类人是非常幸运的一类人。不过他们都不太适合自主创业，如果在一个稳定发展的公司做事，他们会有很大的成就感，也同样会获得相应的地位。4. 手腕有痣，代表了你转数不够快，或者工作上手较慢，但这不是事实，只是总会给人这种感觉。但当你稍微成熟及待了一段时间后，才华才会慢慢展现于同事眼前。只要有此机会让你发挥，则以后的时间将是平步青云之时，但若是恶痣的话，则别人永远认定你是无能之人，而且你真的是在工作中表现得懒散，难以集中精力，而且缺乏信心，唯有做自由职业会比较好。无论手上哪处有痣，都需要结合自身的条件，如果手上的痣有不吉祥的象征，可以依靠其他地方来减轻或者消除这部分影响。具体如何操作，可以找一位相学大师进行讨教。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